咱们去天州找天人族，为我也为你讨个说法。当火灵儿听到10号这话后，有点担心，道：“会不会太冒险了？”10号却很淡定：“没事，天人族的纪灵早就重伤了，上次他侥幸跑掉，现在肯定不是对手。”没多久，他们就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天州，也就是天人族的领地。10号站在一片龙脉起伏的地方，远远地看着前方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天人族，我又回来了。这里是他曾经遭受屈辱的地方。当年10号为了救云溪，拼死护送他数十万里，结果却被天人族背叛，差点死在黑牢里。这种恩将仇报的事，10号一直记恨着。他早就发誓，总有一天要回来讨个说法。”火灵儿看着眼前这片壮阔的山脉，感叹道：“这就是天人族的栖居地啊，好壮观！这里山脉起伏，灵气十足，是天地间少有的领土。不过，他们还没到天人族的核心区域，真正的祖地还在更深处，一般人根本进不去。但10号不一样，他有破戒符，还有仙古9大教主炼制的金色神符，这些宝贝足以让他轻松穿透天人族的大阵。”火灵儿有点担心：“大阵封山，我们会不会太冒险了？”10号却很自信：“别担心，天人族的纪灵已经重伤，他们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”为了这次行动，10号还唤醒了打神石。这几年，打神石吃了不少好东西，实力大增，已经快要修出仙气了。10号让他帮忙，毕竟打神石对法阵很熟悉，有了他，他们一路畅通无阻，顺利来到了天人族的祖地。火灵儿看着打神石，笑着说：“好久不见，你又变强了。”打神石却调侃道：“小妞，你也越来越漂亮了，想我没？”结果这话还没说完，就被10号敲了一下。打神石顿时哇哇大叫：“喂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兄弟！”火灵儿也忍不住拍了他一下，打神石这才老实下来。10号带着火灵儿一路横行，采摘各种宝药。火灵儿觉得这种劫富济贫的行为很刺激，毕竟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。10号却笑着说：“我们这是行侠仗义。”不过，他们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天人族的注意，有人惊呼：“不好，有人在盗药！”这下子，天人族的高手们被惊动了，他们纷纷赶来，准备捉拿入侵者。10号仰头看着天空中的天之城，那是天人族的核心所在。他决定就在这里等，出来一个收拾一个。打神石也跃跃欲试，当年10号被天人族背叛的事，他一直耿耿于怀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报仇。10号却冷静地说：“别急，等他们出来。”没多久，一群真神就赶到了，他们手持古宝，准备大展神威。为首的那个真神看到10号后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他认出了10号，惊恐地说：“你怎么敢来天人族？”10号冷笑一声：“自然是算账。当年你们做下那种无义之事，今日我来讨个说法。”10号抬手一指，几道神虹瞬间刺透虚空，那几个真神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惨叫着被击中，带着血花从高空跌落，摔在地上。虽然没死，但明显已经半废。10号眼神冷冽说道：“都杀了，会显得我无情，但不杀又怎么行？让天人族的天神们都出来受死吧！”火灵儿握住他的手，轻轻安抚，让他不要过于激动。天空中，其他神祇看到这一幕，惊恐不已。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突然，有人惊叫起来：“天啊，他是荒！是那个在仙古一地中独占鳌头的10号，他来这里了，找我们报仇来了！”这一声惊呼瞬间引发巨大波澜。荒的名字早已震动了上界3000州，这些天谁人不知荒的大名？他在仙古一地大发神威，早已传遍天下。天人族上下这几天一直不安，护道者重伤而归，而10号却在仙古一地中声名大噪，让他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们早有预感，10号迟早会打上门来，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城墙上，云溪原本正在眺望落日，却被下方的动静惊醒。他向下望去，仔细凝视，脸色瞬间大变。是他！云溪认出了10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又看到了10号身边的火灵儿，情绪更加复杂。他怎么也没想到10号的复仇来得这么快。他曾进入过仙古一地，知道10号有多厉害，修出3道仙气，力压群雄，那威名简直震古烁今。特别是他从仙古脱困时，引得柳神和不灭生灵大战群雄，那场面惊天动地。云溪一眼认出了火灵儿，毕竟两人在下界就见过面。他看着10号和火灵儿一路同行，杀到这里，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。城外，一群真神惊慌失措，想要去送信给天之城示警，但10号早就出手了。他探出右手，向着高空一抓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织，瞬间降下一片异象。他的大手遮天蔽日，直接截断了他们的退路。这些人祭出秘宝，结果全都在虚空中炸碎。10号一掌下去，这些人全都重伤半废。很快，天之城内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有人惊呼：“怎么回事？谁敢侵犯我天人族重地？”城墙上，一名天神带着一群人冲了出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敢藏头露尾，给我滚出来！”10号冷笑一声，从地上拾起一枚古镜递给火灵儿。
这东西还不错，能当个天眼用。原来刚才那群真神就是用这古镜来寻人的，现在被10号夺了过来。打神是在一旁提醒道：“这天之城不简单，你看那城门发出的金光大道，能守护天神的安全，一般人根本攻不破。”10号点了点头，目光冰寒，直接取出一枚逆龙铃，散发着强大的龙气。他身影一晃，瞬间出现在天之城镜前。什么？是你？那名天神终于看清了来人，正是荒10号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当年10号曾被天人族抓来，差点死在黑牢里，如今却强势归来。小孽畜，你还敢来我天人族？那名天神叫莫罗，他曾经追杀过10号，却被齐道灵挡住，差点死在当场。如今他看着10号，心里满是矛盾。10号冷冷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天人族很可耻，今天我就要大开杀戒，从你开始。”莫罗说道：“昔年若非齐道灵，我一只手就能拍死你。”10号冷笑：“你当年是天神，我不过是尊者，你还好意思炫耀？”话音刚落，10号一掌拍出，鲲鹏虚影出现，直接攻向莫罗。嗡的一声，天之城的金光大道瞬间炽盛，将莫罗护在其中。10号大喝一声：“断！”他祭出逆龙铃，直接截断了金光大道。龙气滔滔，逆龙铃被打进金光中，瞬间截断了莫罗的庇护。不好！莫罗惊呼，他失去了天之城的保护，直接暴露在10号面前。10号速度极快，瞬间冲了过来，一拳轰出，雷光滔滔，诸天星辰齐现。莫罗根本抵挡不住，瞬间被轰飞出去，身体焦黑，骨骼都露了出来。不！莫罗惊恐的大叫，想要逃遁，但10号根本不给他机会，掌刀落下，直接将他的头颅斩下，元神也被一指点爆，彻底覆灭。天之城上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一位天神就这么被10号轻易击杀。全城哗然，人们惊呼：“是荒，他回来了！”云溪站在城墙上，看着10号和火灵儿，心里满是苦涩。他想起了当年10号为了救他，一路拼死护送，却被天人族背叛，最后差点死在黑牢里。如今火灵儿却和10号并肩站在一起，而他只能在这里看着。天人族的高层们也后悔不已。当年他们若不是逼迫10号，贪图他的宝术，怎么会和他结下如此深的仇？如今10号已经修出3道仙气，成为同辈中的无敌者，前途无量，他们却生生将他逼成了仇敌。10号站在天之城外，大声叫阵：“天人族，你们的天神呢？护道者呢？都统统出来受死！”他一个人堵住了天人族人马。天人族高层因错失10号这位修出3道仙气的绝世奇才而深感失落与愤懑。他们曾轻易掌控10号，却因意外让他逃脱，如今他的强大让他们难以接受。10号堵在天之城外叫阵，高层们意识到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天人族的声望都将大跌，甚至可能引发其他势力的觊觎。他们陷入两难，若不反击，声望受损；若反击，又忌10号背后的柳神。经过激烈讨论，高层们决定启动天之城的法阵，试图镇压10号。天之城化作巨大的法器，向10号发动攻击，但10号凭借万灵图成功抵挡。天人族的攻击毫无效果，反而让族人陷入更深的恐慌与失望。高层们意识到10号的成长速度远超预期，若再给他时间，天人族或许真会覆灭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决定让云溪出面与10号交涉。云溪带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天之城，面对10号和火灵儿，他试图缓和局势。10号看着眼前的云溪说道：“天人族真是胆大，这样派你出来，如此临近我，就不怕我出手吗？”云溪美丽的瓜子脸上有酸涩，也有羞赧，她为族人而羞愧，到了最后居然推他出来交涉。你还好吗？云溪开口，没有劝说，只是这样问候。还好。10号点头，并未多说什么。他对云溪谈不上什么仇恨，当年的世道也与他无关。10号的回应简洁而疏远。云溪调整情绪，看向伴在10号身边的火灵儿，说道：“火族公主，一别多年，我们又相见了。”火灵儿答道：“是啊，数载过去，没有想到我们又重逢了。云溪仙子风采更胜往昔。”火灵儿也对云溪的问候回应得不冷不热。云溪深知天人族的决策已将他置于尴尬境地，而10号的态度也让他明白天人族与10号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。云溪想开口，但10号直接打断：“你回去吧。”他心里清楚，云溪是来劝自己的，但他怎么可能答应？云溪最终还是问了出来：“族老想知道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退走？”10号的回答很直接：“让那些族老出来，我一并解决，从此两清。”云溪震惊了，10号这话的意思是要大开杀戒，这条件天人族根本无法接受。天之城的族人看到这一幕，也愤怒不已，场面瞬间乱成一团。云溪还想再劝，但10号态度坚决：“云溪，你回去吧，我不会为难你，但其他人要是再来劝我，我一剑斩了。”云溪无奈，眼圈通红，转身离去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夹在中间，实在很难办。
天之城的族人被10号的态度气得不行，纷纷暴喝道：“毛头小子，你以为自己是谁？”他们决定启动天之城的法阵，试图镇压10号。但10号有万灵图护身，根本不怕。双方就这么僵持住了。天人族高层急了，他们最怕的就是消息传出去，让天人族沦为笑柄。10号则根本不急，他知道自己只要堵在这里，天人族的名声就会一落千丈。火灵儿提醒10号，天之城太强了，我们攻不破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。10号却笑着说，我只要堵住他们1-2天，天人族的名声就保不住了。他知道自己虽然厉害，但还不足以灭掉天人族，不过让对方焦头烂额，名誉扫地还是没问题的。果然，才过去半天，天人族就坐不住了。他们担心外出的七拓天神回来后被10号截杀，10号却抢先一步抓住了七拓，一剑将其斩杀，连元神都没放过。天之城上的人惊呼不已，短短1天内，天人族已经损失了2位天神。天人族的高层气得直跳脚，但他们不敢出城报仇，只能眼睁睁看着10号在外面挑衅。10号堵了整整1天1夜，天人族简直要疯了。城中一片嘈杂，有人提议联合起来去镇杀10号。就在这时，天人族的护道者出关了。他听说10号连杀2大天神，气得直接冲了出来。10号早就等着他，两人一交手，护道者才发现自己根本打不过10号。10号利用秘宝轻松逃脱，护道者追都追不上。10号还不罢休，继续挑衅护道者。护道者被逼无奈，试图推演10号的下落，结果反噬太严重，直接吐血倒地，当场毙命。天之城的人惊呼：“护道者大人死了！”10号逼死了护道者，这一消息瞬间传开，整个上界都震惊了。10号带着火灵儿悄然离去，留下天人族一片混乱。他这一趟连杀2大天神，逼死护道者，彻底让天人族声名扫地。这场风波注定会在上界掀起一场大地震。天之城一片哀嚎，护道者死了，形神俱灭，连真仙转世也救不了他。岁月在他元神上留下了太多痕迹，这次受伤太重，彻底完蛋了。修道者肉身可以修补，甚至能夺舍，但元神一旦受损，就很难恢复。护道者本来寿命就不长，上次在仙古一地外又受了重伤，这次强行推演10号，结果引来了上苍的惩罚，直接挂了。整个天之城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，到处都是哭声。护道者对天人族来说是个强大的守护者，他的死对天人族打击太大了。10号带着火灵儿离开了天之城，他知道攻不进去，留在那里也没意义，还不如走远点，免得发生意外。不过这件事的影响太大了，消息一传开，整个上界都炸了。听说没？荒去天之城讨说法，连杀2大天神，还逼死了护道者。真的假的？天人族护道者当年多厉害啊，就这么死了？这不会是谣传吧？荒再强也不敢去惹天人族吧？是真的。荒和天人族有仇，这次带着火灵儿堵在天之城外，把天人族弄得没脾气。消息传开后，整个上界都震惊了。昔日的皇族天人族居然被一个年轻人弄得这么狼狈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10号的名字瞬间传遍四方，大家都觉得他将来肯定无人能压制。一些大教甚至开始打他的主意，想拉拢他，甚至有传闻说补天教的圣女可能和10号有关系。10号却没理会这些，带着火灵儿开始游历名山大川，顺便悟道。他们去了很多有名的地方，比如真龙盘踞的寒潭，凤凰隐居的梧桐岭，这些地方对10号稳固修为很有帮助。1个月后，他们不知不觉来到了罪州。10号提议去见见火灵儿的父亲火皇。去见我爹？火灵儿有些意外。当然，拜见未来岳父大人，这是应该的吗？10号笑嘻嘻地说。火灵儿羞得直接给了他一拳。他们来到火皇的灵山，还没靠近，一头巨大的狼就扑了过来。当年是10号的小狼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一尊庞然大物。小狼看到10号，又高兴又激动，还和他打趣了几句。火灵儿问起父亲，小狼说火皇又去游历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10号有些遗憾，火灵儿却安慰他说以后还会见到的。小狼也想跟着他们一起走，于是3人1狼继续上路。路上他们听到了不少传闻，上界最近不太平。听说了吗？3000州外还有古界，9天10地大联盟要选拔天才，建圣院、仙院、天神书院什么的。域外的年轻强者太厉害了，修出仙气的天神横推3000州，简直无敌。他们还要挑战你，谪仙和10冠王呢，无人能挡。10号和火灵儿都很惊讶，他们决定找个地方打听一下具体情况。听说青州有一场盛会，很多大族的天才都去了，10号决定去那里看看。